当人们提到王一博这个名字，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舞台上那个冷峻、专注、闪闪发光的年轻人。然而，光芒越耀眼，阴影也越深。自出道以来，王一博承载着无数标签，偶像、演员、赛车手、全能艺人，但很少有人知道，在这些称号背后，是一个始终在追求自由创作权的灵魂。在娱乐圈中，年轻意味着被定义，而他却偏偏选择了打破定义。他清楚地知道，真正的成长不是迎合，而是敢于面对束缚。乐华娱乐作为国内最强造星公司之一，有着严格的艺人体系，培训、包装、宣传、出道，每一步都被精准掌控。然而，这种体系也让艺人失去了一部分自我。王一博作为其中的核心资产，从练习生时期就被要求完美。他的每一个微笑，每一句发言，每一次亮相，都必须经过层层审查。他明白，这个体系能造就他，也能束缚他。而他正在寻找一个机会，去证明自己不仅是产品，更是创造者。娱乐圈最敏感的话题，莫过于合约。合约决定了艺人的命运，也决定了他能否真正掌控自己。王一博与乐华的合约，据传极其严苛，包含长期限制、创作干预和收益分配的不平衡。这并非个案，而是整个行业的缩影。但与众不同的是，王一博没有选择沉默。他知道，若不突破这层桎梏，他将永远活在别人编写的剧本里。某次拍摄结束后，他独自坐在片场角落，望着空荡荡的舞台。灯光已灭，但他的思绪却比任何时候都清晰。我究竟是谁？为什么我不能自己决定要演什么，唱什么？这一刻是他的第一次觉醒。那种来自心底的渴望自主的冲动，像火焰一样燃烧着他。他不想成为被推着走的棋子，而要做下棋的人。觉醒意味着反抗。王一博开始在创作会议上表达不同意见，他提出要亲自参与舞台编排、MV 概念，甚至歌词创作。这些举动在外界看来是艺人有想法，但在体系内部却被视为不服管。于是，摩擦出现了。乐华希望他继续维持完美偶像的形象，而他却渴望做一个有灵魂的艺术家。矛盾从那一刻起不可逆转地扩大。当外界开始察觉两者之间的裂痕，舆论立刻爆发。有人说他耍大牌，有人说他忘恩负义，也有人理解他是在追求自我价值。王一博选择沉默，他没有回应，也没有辩解，因为他知道真正的战场不在微博热搜，而在幕后谈判桌上。他要做的是以实力证明他值得拥有自主权。许多人误以为沉默是退让，殊不知沉默是一种更高级的反击。在沉默的日子里，王一博开始学习制作、摄影、编舞、配乐。他用行动构筑一座属于自己的王国。他知道，只有当自己拥有足够的能力，才能真正谈自由，否则一切都是空想。据传，王一博曾在合约续签会议上坚定地拒绝了某些附加条款。那是一场漫长的较量，理智与情感，现实与理想的碰撞。最终，他的答案只有一句：我希望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作品。这句话虽平静，却如同雷鸣，震撼了所有在场的人。拒绝束缚后，他没有立即离开，而是选择在现有框架内逐步改变。他开始自己编排舞台，提出剧本建议，甚至参与配乐决策。他用作品让外界看到，王一博不只是流量。而乐华也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年轻人，他不再是被操控的偶像，而是一个真正的创作者。当粉丝们发现王一博在默默对抗时，他们的心也被触动。他不是冷漠，他是在坚持。这种理解让他的支持者更坚定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民意浪潮。无论是舞台还是荧幕，每一次他出现都代表一种真实的力量。王一博深知，艺术与商业从来都不是对立的，而是一种微妙的平衡。他不拒绝商业化，但拒绝被定义为商业。他的目标不是赚更多，而是表达更多。
正是这种态度，让他从偶像转变为艺术符号。追求自由意味着要付出代价，拒绝从众，坚持自我，让他一度被边缘化。但他没有退缩，他用作品证明了价值，从无名到热烈，从赛车赛道到舞台中心，每一次亮相都带着他的独特印记。当越来越多年轻艺人开始谈论自主创作，人们才意识到，王一博或许开启了一场新的潮流。他不是第一个觉醒的艺人，却是第一个敢公开坚持的代表。他的行动正在改变整个行业的生态。多年后，当合约终于走到尽头，他没有选择翻脸，而是以一种成熟而克制的方式结束。他感激曾经的培养，但也明白，真正的成长是告别依赖。离开不是背叛，是新的开始。脱离束缚的他变得更加鲜活。他开始尝试制作个人音乐，策划纪录片，甚至参与幕后创作。他终于能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世界，那是最纯粹的自由。所谓自由，并非随心所欲，而是有选择的权利。王一博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真正的自由是在理解规则后仍然敢于挑战规则。这才是属于艺术家的最高境界。对于无数年轻人来说，王一博不仅是偶像，更是一种信仰。他代表着那种宁可孤独也不妥协的精神。他用真实与勇气让粉丝相信，光不在聚光灯下，而在每一个敢于做自己的灵魂里。如今的他不再被束缚在某一个舞台，而是在更广阔的世界中绽放。这场关于合约与自由的战争，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，但它让我们看见王一博终于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样。在公众视线里，王一博的每一次选择都会被放大、被解读，仿佛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替代年轻一代发声。公众的关注既是光环，也是重压，支持者把他奉为榜样，质疑者把他的反抗理解为任性。真正的勇气不是冲上热搜的宣言，而是在舆论风暴中依然坚持内心的方向。当他选择为创作争取空间，就是让更多人看到艺人也能有职业尊严的可能。许多粉丝并非盲从，而是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判断与独立思考，理解合约条款，关注创作话语权，讨论行业规则的合理性。王一博因此不仅塑造了个人品牌，也无形中推动了一场行业话题的公共讨论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这种公开坚持改变了权力关系的细微结构。公司不再只是单方面塑造艺人形象的主导者，媒体与受众开始参与平衡话语的过程。王一博并没有用激烈对抗去撕裂，而是用作品与行动去证明立场，这是更难、更聪明的勇气。公众视角下，勇气是一种可传递的力量。当一个被广泛关注的年轻人选择把个人权利放在台前，就会激励更多同行去争取应有的尊重。这种影响不会瞬间见效，但会在时间里沉淀成规则的微调，成为下一代艺人进入行业时可以引用的先例。因此，我们看到的并非单纯的艺人与公司对立，而是一个社会文化的裂变，从霸道造星到尊重创作，从单向包装到多方参与。王一博的勇气最终回归到最本质的价值，让艺术回到表达本身，让年轻人在追梦时不再被剥夺做主的权利。当合约争议成为历史，真正留下来的不是争端本身，而是它勾勒出的未来图谱。王一博所代表的不只是一个个体的自主选择，而是一种可复制的路径，通过自我提升，用作品说话，以理性谈判争取权益。这条路为后来者提供了范式。未来的娱乐生态不再是单一的公司主导、艺人被动的模式，而会走向协作式共赢。品牌、平台、制作方与艺人将更频繁地进行早期沟通，创作权、出场安排、商业分成等条款会更透明、灵活。更重要的是，观众的角色也将转变，他们不再只是打榜、刷数据的工具，而是内容生态里能发声、能影响决策的力量。王一博的实践还示范了另一种可能，跨界与多元发展成为保障艺术独立的重要手段。赛车、导演尝试、
音乐制作，这些看似分散的身份，实则构成了一个人的谈判资本。当艺人的能力多样化时，他在合同桌上的位置也更强。